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我现在人呢是在古来啊，这边呢有一间 Honda showroom， 很大间啊，它是一间有卖车啦，有做 service 啦，有 spare part 啦，还有很多东西。然后最主要的是这间 showroom 啊，有很多车可以看。 我之前呢，其实就对我身后这一辆 Honda City RS 啊非常有兴趣，可是一直没有机会找到有地方可以给我拍摄啊。今天呢，就来到这边做拍摄。OK， 因为这一辆车呢，我觉得已经超级无敌多人在网络上面做过 review 了，包括它的 exterior、它的 interior， 所以今天它的 exterior 还有 interior 我们就大概带过一下啦。首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车头啊，这个车头灯的 design 好像那种鱼鳞式的车灯 LED 啊，哇，我真的觉得非常的帅气。它不只是车头灯有 LED 的这个照明哦，它在白天的时候也会亮起这个 LED 日行灯，也就是 DRL 啦。车头前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黑色的 grill 啊。 在普通版本呢，它是一个银色的那种 chrome 啊，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黑色的，看起来比较 sporty 的 design 啊。当然不只是这个车头的 grill 这一边是黑色的，我们还可以看到它的 side mirror 也是一个黑色的设计啊。这样子的黑色 design 我觉得是目前啊比较流行的一种设计趋势。然后车门把手这边呢可以看到它不是那种 chrome， 这个还是比较符合我个人口味啦。OK，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辆车的 轮胎还有它的 Sport Rim， 这辆车的 Sport Rim 呢是一个黑银色 Dual Tone 的 design， 这个 design 是蛮漂亮啊，可是我是觉得它的尺寸有一点太小了，而不是讲16寸小哦。 而是它的那个宽度啊，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6J 啊，因为我们从轮胎这边可以看到它的尺寸哦是185/55R16，16寸的 rim。 用185的宽度，我个人觉得真的有点太窄了啦。OK， 车尾方面呢，这个车灯的 design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好看，可以看到有一个红色的 LED 灯条哦，哇啦喂，西北 sharp 很好看，很帅气，还可以看到有这个 EHEV。RS 的这个字样 ，OK， 因为这个是一个 RS 版本啊，所以这个 RS 的 logo， 大家如果买这辆车要非常的小心啊，不然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就跟你掉掉这样子。现在的环境有一点大声了，我们上车来讲。OK， 现在来到这一辆 Honda City RS 的 interior， 这个 interior 我们先不要讲它的 size 哦，它的整个 interior 的我们的视觉感官啊，看过去就是非常的靓仔，真的，尤其是它的这个 dashboard，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黑色的皮革包覆，有红色的车缝线，还有这个亮黑色的钢琴烤漆饰条啊，也是看起来很好看。 不知道大太阳下面会不会反光啊？应该是不会吧。然后冷气出风口的 design 有一点像那种战斗机的那个进风口还是出风口之类的。之前我看照片的时候，我觉得不好看，可是现在我看到这个真正的 design 过后，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蛮好看的。然后尤其是这个 meter 啊，真的太好看了。 左边是一个 LCD 的屏幕，右边是一个时速表。然后这个 meter 呢，它的左边的 LCD 屏幕啊，是用来显示这一台车它的用电量，还有引擎输出，还有马达输出。OK， 这个等一下我们试驾的时候会重点来介绍这个东西哦。然后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 steering 上面是有皮革包覆，有红色的车缝线。 很好看。重点是啊，这个 steering 很多按键也是其中一个重点哦。因为这一款 Honda City RS 呢，它是具备自动跟车，而且它的这个自动跟车不只是单纯的跟着罢了，它还可以自动转向，就是它会根据你街道上面的一些白线啊、黄线啊，然后做到一个转向的动作，有一点点像之前我们去Sepang试驾 Proton X50的那一种感觉啦。这辆车当然是 keyless 的啦，然后它的 push start 的 button 呢，按下去就会有一个红色的 power， 跟一般上的 start 有点不一样，因为它其实不单只是启动引擎哦，它还是启动它的这个 hybrid 的一个系统啊，这个东西等一下我们再来讲。然后椅子方面呢，我觉得乘坐方面很不错，包覆感 OK。比较可惜的是，我喜欢全皮的皮革啊，但是它这个不是全皮啊，它在旁边是皮革，这种滑面的皮革，可是中间的部分是有掺一些布料，还有类似奥坎塔拉的那种麂皮啊。其实这样子的 design 很多人喜欢，因为大热天上车的时候呢就没有这样热。最新大改款的第11代 Honda Civic 呢，在 RS 版本也是采用类似这样子的 design 哦，然后有一个中央扶手，有一个 armrest， 这个 armrest 啊是真的 armrest 啊，是靠得到的啊，不像其他的
是靠不到的。OK， 你们一直看到我的画面一直锅包这样啊，真的马来西亚的阳光啊，真的是很够力啊，应该是比夏威夷还要够力。所以呢，我们马来西亚人驾车啊，通常都会把电灯连到西北黑，是不是？因为眼睛没有这样辛苦。再来就是有一定的那个阻隔光线的效果，比较有隐私啊。但是我个人呢，就比较推荐使用这一个 8-level 的 sunshade， 因为这个 sunshade 呢是可以拿掉的。如果是讲你们在晚上开车连了那种很黑的灯，你们不可能把那个很黑的灯撕掉嘛，对不对？但是 8-level 的 sunshade 你就可以非常简易的把它取下来。这个 sunshade 呢，安装方式也是非常简单哦，它是利用磁铁的这种磁性啊，把它放上去，它就会自动吸附在你的门框上面。不管是安装还是拆卸，都非常的简单啊。这个 8-level 的 sunshade 我个人是非常的推荐。所以如果你们想要买到这个 sunshade 的话，非常简单，你们只需要到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呢，就可以找到 8-level 的 sunshade 购买链接，点击进去呢，你们就可以查看价钱了啦。啊，每一款车都有不同的价钱哦，因为有些车是4片，有些车是6片嘛，对不对？所以那个 link 点击进去呢，你们就可以查看到自己的车款的价钱了啦。OK， 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辆车的后座啦。哦 ，yes， 上来这辆车的后座呢，哇，这个后座的椅背倾斜角度啊，非常可惜，我没有带到那个椅背倾斜角度尺来量它的后座椅背倾斜角度是多少度。据我的经验来讲啊，我觉得这个椅背倾斜角度真的是 very 的 good job 啊，坐起来有一点点 C segment 的感觉，而且肯定比我的 Proton Previa 的后座椅背倾斜角度来的更加斜，更加舒适。而且我们跟前座的这个椅子的距离啊，哇老喂，很远啊。还有一点就是我很喜欢的，后座有这个 armrest。爽，这个 armrest 坐在后座呢是 very 的 good job。如果是女朋友的话，也可以这样。后座我觉得对这辆 Honda City 来讲真的很加分，因为它有一个卖点哦，就是这辆 Honda City 的后座是有冷气出风口的。如果是 hatchback 版本的话，要到 RS 就是最顶配的 hatchback City 才会有后座冷气出风口。但是 sedan 版本的话呢，任何一个 variant 都会有后座冷气出风口啦。哇！这个后座真的坐下去了就没有什么想要走了，很舒服哎！啊，我的专业摄影师已经给他一个认证了，后座是不是很舒服？超棒，对不对？超舒服了，而且我跟你讲，它的后箱超大。虽然它是一个 hybrid 啊，就是后箱会牺牲一些空间给电池，但是这辆车的后箱表现啊还是非常的好。OK， 讲了那么多 exterior 还有 interior。相信大家其实也看过很多人介绍这一辆车了啦。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来试驾这一辆 RS 版本的 Honda City。Let's go。OK， 现在来到的就是试驾这一辆 Honda City RS， 坐在我身边的就是黑哥。黑哥他有自己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哦，那都可以在我的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那个链接，滴进去呢就直接到他那边去了啦。OK， 然后我们现在是来试驾这辆 RS 版本的 City， 跟其他 variant 最够力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的引擎配置啊，用的不是一般的那一种，只是1500cc NA 引擎，它还有多一粒摩托。对啊，这个就是这一辆车的特别够力的卖点啊！而且这一辆车是目前马来西亚 B segment 级距里面最够力扭力的车款。是，可是它不是 turbo， 不是 turbo， 它是2个 high performance 那个电机。你们有玩过遥控车都懂哦。遥控车如果是电的、电动的，它的 power 是 instant power 的，你一按啊它就冲，一按它就冲。简单来讲，气到完，很有力，很够力啊！这一套系统呢，也就是 Honda 他们引以为傲的 IMMD 系统，真的是一个我觉得很梗的发明啊，太聪明了！你们懂那个发电机的原理吗？就是你打油给那个发电机，然后你 start 那个发电机哦，运作，它插电给电池嘛，对，然后那个电池再给这一辆车的摩托来运作，是，真的太聪明了。是，它基本上它是有2个 high performance 的那个电机，普通的时候它只是单个在走，如果引擎在70-80的时候，它会2个一起输出，也就是在75到100之间，它是全输出的。哇，所以就是 full power 来推动这一辆。但是它如果超过100过后，它是引擎加一个 clutch 去输出啊。在我来拍这辆车的时候啊，我也做了一点点小的功课，对，研究了一下，我发现原来这一辆车是没有牙箱的。对啊，这辆车它为什么会没有牙箱呢？就是因为它的引擎啊是负责动力，还有负责充电，然后马达负责驱动这一辆车，所以它不需要牙箱这一套东西。是因为我们汽车如果是普通的那种 petrol 车的话，我们的引擎输出过后，经过牙箱过后，会有一部分的动力会被削减掉啊。但是
是这一辆车就没有这个削减的问题，它就是直接通过马达来输出动力。当然，这辆车它也是很聪明的。我们在收油的时候啊，还是我们在刹车的时候，它会有一个 engine braking 是用来 recharge 的，对，反充啊，把那个电力充回去给电箱。因为我们是 hybrid 嘛，所以它是要很聪明的，是一直在循环着充电跟用电。对啊，所以你看你才踩一下子罢了，它已经2个bar了。对对，它那个充电的那个效率啊，我们可以从左边的meter看到，它是很直接的。当你一收油，它就马上在充电了。这个就是 Honda 你买 engine 送车的一个概念是 OK。那讲完这一套动力单元过后，我们现在来试驾这一辆车，顺便我们体验一下 Honda City RS 的 Honda Sensing。OK， 在市区的这样子行走啊，这辆车的 interior 啊，我真的觉得很安静，很 solid。我们的轮胎接触地面的那个噪音啊，也很少。基本上它有加强它的那个隔音啦，在它的那个下方的防火墙跟这个底盘都有做了很高的这个隔音，所以整体来讲呢，你开的时候呢，它的是 B segment 的价位，可是是 C segment 的感觉。所以当你在现在开的时候，它都还是用high speed motor 2个在推着。它到了100以后呢，它才会启动引擎跟这个 direct ring clutch 来做输出动力。有一个观众一定很介意的，这个电池啊，完蛋了怎么办？完蛋了啊！基本上现在换是不会太贵啦。我所知道现在大概价钱是在4000到5000啊，然后包括这个labor 咯。可是因为相对来讲以后可能会越来越便宜，为什么？因为制造工艺越来越熟练，所以东西会越来越便宜。而且我们有8年的 unlimited mileage 保价电池组，所以只要你有在土库 service，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问题。OK， 现在我们来做一下自动跟车。自动跟车全部都是用这个 steering 就可以操作了，非常的简单。我们只需要按下这个按钮，中间 meter 就会出现一个 icon， 是跟你讲 OK， 你现在 ready 了，你随时可以 set 自动跟车。OK， 我们前方有一辆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按下这个 set。当它找到前面的车的时候呢，它就会自动跟着这辆车走了。OK， 现在我们就跟住前面的 MyV， 然后我们有打开这个 Lane Assist。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讲，假如啦，这个路是有一点点弯也好，这一台车呢都会跟着这个路自动的摆方向盘。这个是要在72以上 LKS 才会启动。好，现在的情况是，你看这个路是有点弯哦，然后这一台车它会自动摆方向盘。前面的车有一点放慢速度的时候，这辆车它也会自动刹车一点点。但是不要用这个功能来玩手机啊，也不要用这个非常好用的功能跟你的女朋友做什么奇怪的事情啊。这一项功能呢，在走 highway 的时候就非常好用，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要拿水喝啊，开一下水罐啊，刚喝一下，那3秒 OK 没有问题，因为15秒过后呢，它就会 warning 你手没有放方向盘是一个危险的动作，好像现在画面就会出现一个手没有放方向盘哦，我们就可以抓回方向盘，它就会解除那个警报，这一点我真的觉得很赞。然后这一辆车呢，在自动跟车的时候，我们的脚啊是完全不需要去踩油踩 brake 的，完全就是由它来主动跟着前面的车，这一点也是非常赞。当然，这个是一个演示过程，我们选的路也没有什么车，你们平时不要像我这样啊，一边驾车2个手这样放开啊，这是非常的危险的。我知道等一下又有那种正义魔人在下面写了啊，放手驾车啦，还载住摄影师，载住黑哥啦，很危险啦。OK， 我们的时速没有很快，而且我们选的路也非常安全，前面的车也跟我们八嘎了的。其实那是我们的朋友来的，只要加 MyV 都是我们朋友。对，如果你也加 MyV 的话，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好朋友。OK 啦，今天这一集 Honda City RS 的介绍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如果你们想要买到 Honda 的车款，找黑哥。对，然后如果你们想要找一些二手车啊、recon 车，还是想要看一些新车新闻消息的话呢，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的网站上面逛逛一下啦。也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一路以来的合力播出。OK， 今天这一集影片大概就先到这里。喜欢我的影片，别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度下去。我是阿豪 ATH， 我是黑哥，他是阿杰，非常专业的摄影师，然后又很低调的，驾一辆跑车，然后不要跟人家讲了。就先这样子啦，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拜拜，1、2、3。